按照传统五行学家的说法，现在呢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三伏天。那在三伏天里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又开胃又清淡的菜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女私房菜，我是沈星。之前我们就说过，此时此刻呢，其实就是最近的那么前后10天，天气潮湿，而且非常的闷热，气压也很低，好像呢又感觉不到有风吹过。这个时候就是传统的三伏天。三伏，这个伏字指的是初伏、中伏和末伏加在一块儿，是一年里面最热的时候了。那其实呢，不光是它温度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而且这个伏天呢是五行学家对于一年当中四季变化的一种划分。说到五行呢，当然是说金木水火土了。那按照五行自然循环的一个说法，夏天到秋天就是火克金，金被压住了，潜伏在地下。潜伏的这个伏字就是三伏的这个伏的本意。三伏当中最热的就是中伏，大约今年的中伏呢在7月23号左右，其实就是再过2天。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呢，都是非常湿热的，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一定要格外注意调养身体，包括饮食还有睡眠。三伏天如何唤醒您的胃口？酸酸甜甜最惹味。新鲜肥美的三文鱼柳配合菠萝、番茄和山楂干，味道清香，口感细腻。用这样的食材搭配出来的炒饭，在闷热的三伏天，您的味蕾绝不会变得慵懒。用菠萝当炒饭的容器，既可以让菠萝的清香充分渗入到米饭当中，而且形式上也会增色不少。三文鱼由于它的肉质鲜美，而且呢性格温和，有的鱼一吃就知道是某种鱼类，比如说带鱼，比如说鱿鱼，都有很强烈的这种主观的个性。但是三文鱼没有，它吃起来呢，不管是煮着吃还是说它是生着吃，都会很香甜。你看三文鱼很特别之处在于呢，体积庞大，但是刺却非常的少，而且呢切出来会有很美丽的花纹，看上去红白相间，非常好看。其实呢这个白颜色也就是三文鱼的脂肪，红色才是它的肉，所以呢它的脂肪和这种肌肉的分布呢非常的均匀，吃下去才会觉得是齿颊留香，十分滑腻，又不觉得肥。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三文鱼切成大概山楂大小的小丁儿。起菠萝肉其实也并不难，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要把一个起肉的范围先画出来。既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要不然就装不了多少米饭。太薄的话呢，也容易挖透。中间这样的一个比较硬的纤维的质地的这样的中间一条呢，也是要小心的。一只锅呢，我们拿来先炒香三文鱼。哇，真的是让人好有食欲啊！颜色这么漂亮，而且呢，一炒下去就会有很独特的香味扑面而来。另一方面呢，我们把米饭放到这只锅里炒。
一只锅专门炒配菜，一只锅呢我们来炒米饭。今天的米饭呢，我有煮好之后，稍稍放到冰箱里面去雪藏了一下，这样子它就会水分收干一些，变得比较容易炒。米饭炒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前放一点盐了，因为本身我们其他的食材呢都是水果，主酸甜，那米饭要有味道呢，就可以现在炒的时候单独放盐。只要炒得颗颗松散就可以了，也可以把火关小，然后让米饭在锅里面呢摊得均匀一些。火关小之后呢，也同样的起到一个蒸腾水分的作用，待会儿再炒起来就很松散了。这边的三文鱼呢，三文鱼一旦说变了颜色，变得微微有点发白，就可以把它挪到边上了。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呢是5分熟，也不是全部熟哦，是5分熟。这样子呢，又能吃到，比如说它是生吃的那种感觉，又能吃到呢它是煮熟之后的味道。这时候菠萝放一边，番茄放一边，通通都在锅里面。还有就是找出一个位置，请山楂入座，可以轻轻的兜一下。哇，好漂亮！其实呢，在炒这样的一个水果配菜的时候，真的不用很多油哦，因为三文鱼本身呢就会出一些油脂。米饭这边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把米饭换到这边之后，把配料均匀的撒进去，跟米饭兜匀。这些可以留给自己吃。兜匀它的时候呢，一定要还是在把米饭和三文鱼等等配料翻炒均匀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点。因为熟的三文鱼很容易松散，所以呢，一方面我们是可以这样兜锅，还有方面呢，就是格外小心的把它翻炒均匀。熟的三文鱼变成了粉红色，看起来就更漂亮了，由橘红变成了粉红色。然后最后呢，我们撒上一点点的鱼露来调味道，就会让所有的食材混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和谐，也会更有滋味，一阵香气冒起来了。OK， 接下来让它在锅里面稍稍收干一下，就可以盛起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3伏天的来历，其实呢，3伏的推算方法也很简单，按照咱们国家传统的方式来计算，夏至之后的第3个庚日、第4个庚日分别为初伏和中伏的开始，而立秋之后的第1个庚日呢，就是末伏的第1天。初伏和末伏大概都有10天左右，那中伏呢有10天到20天不等。其实呢，这个要算起来还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那庚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干地支当中这个干支纪日当中带有庚的日子，比如说庚子、庚寅、庚辰等等。这样说起来话就扯得很远了。当然，那我们现在呢，主要的还是要看看锅里面的状态怎么样。锅里面呢，真是气象万千啊！炒好的米饭放在菠萝里，当然味道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形态也挺重要的。最后呢，装好了非常惹味又美丽的一盘
这个菠萝三文鱼炒饭之后啊，我们当然是要撒上一点紫苏。紫苏呢，重在气味，一点点就够了，就好像是撒香水一样，从上面往下撒，沾染上一点就足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余下的蔬果放在旁边，咦，琳琅满目，煞是好看。制作这道三文鱼炒饭，三文鱼的处理有讲究。首先，炒三文鱼的时候，油不需要放得太多，因为这个季节的三文鱼肥美，炒的时候本身就会溢出一部分的鱼油，所以如果放太多的油炒，就会影响口感。另外，三文鱼一熟，火候不能太大，小火慢炒才能炒出肉质紧致的三文鱼肉。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非常脂香肥美的三文鱼炒饭，而且搭配菠萝山楂呢是酸甜可口，可以平衡一下这个季节有一点点这个增强体能的三文鱼所带来的这种肥肥的感觉，同时也开胃生津，营养丰富，最适合3伏天里犒劳自己和犒劳身边的朋友了。好的，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